备有消息，印尼银行最近被报道说将要取消它的空客 A330-800订单。印尼银行又被称为加鲁达航空，它在2022年与空客公司签署协议，订购了4架空客 A330-800。A330-800 是由著名的 A330-200 升级而来，更换了新型的发动机，不仅动力获得了提升，而且还省油 14%。鉴于 A330-200 在全球共卖出了700多架，当时有评论认为 A330-800 应该至少能拿到500架左右的订单。但是事与愿违， A330-800 遭遇了史无前例的溃败。到现在为止，这种新型飞机只有不到20架订单，全球仅有可怜的4位用户，分别是科威特航空、乌干达航空、格陵兰航空和印尼银行。印尼银行是印尼的国有航空公司，现有飞机70架，包括20架 A330。印尼银行在民营的狮航集团的竞争下，日子不太好过，很难赚到钱。直到现在，机队里还没有新型的空客 A350， 也没有新型的波音787。它的飞机平均机龄已经超过12年，比海南航空还要高。印尼银行在疫情后攒钱订购了一批空客 A350 和波音787-9，同时也引进了一批 A330-900。A330-900 与 A330-800 同属 A330neo 系列，因为是旧款升级而非全新研制，价格便宜。据称3架 A330-900 才与1架 A350-900 的价格相当。现在 A330-900 在全球有越卖越火的趋势。但是当年与 A330-900 同时升级的 A330-800 定位则非常的尴尬，它的特点是航程远，然而航程远了之后座位就不能摆太多，不然乘客会不舒服。它的体积又太小，一般只能布置240个座位。现在很多的载体机已经达到了240个座位，航程同样也很远，如此一来 A330-800 更不受待见了。A330-800 用在枢纽航线上显得太小，用在2级航线上又不如 A321XLR。 在这种局面下，夹在中间无法获得航空公司的认同。自2020年以来， A330-800 只交付了7架，也基本上没有新的订单。到目前为止，除去新发机型外，全球交付数量最少的喷气式干线客机恐怕要数俄罗斯的ER96，仅有13架。英法合作的协和客机共交付了20架，还有前苏联的超音速客机图144仅生产了33架，伊尔86仅有106架。协和和图144都是超音速客机，算是实验产品，可以不参与比较。但是如果空客的 A330-800 最终连ER96都干不过的话，那恐怕会成为笑话。这个笑话将超过他自己的 A380 和 A318，成为失败产品的一哥。不过好在印尼银行也并非彻底放弃 A330-800， 现在他只是想把采购转为租赁。这样一来，如果中途放弃，不会把 A330-800 砸在自己手里。然而问题是，对于这种失败的机型，又有哪家租赁公司愿意砸在自己的手里呢？本期咱们就聊到这里，下期见。